最近，韩国进口汽车协会 CADA 公布了4月份进口新车注册数据，结果让很多人有点意外。中国汽车品牌在韩国进口车市场表现非常亮眼，新车注册量首次超过日系品牌，直接进入韩国进口车市场前3。这个成绩放在中国市场可能不算特别夸张，但放在韩国就很有意义，因为韩国本身就是汽车强国，现代、起亚在本土市场影响力非常大，外来品牌想进去并不容易，更别说过去存在感并不强的中国汽车品牌。更关键的是，这次中国品牌在韩国的突破，并不是靠很多品牌一起冲量，而是主要由比亚迪一个品牌完成的。数据显示，比亚迪4月份在韩国售出2023辆新车，而雷克萨斯、丰田、本田3大日系品牌当月合计销量为1974辆，也就是说，比亚迪一个品牌的销量就超过了这3个日系品牌的总和。这件事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销量数字本身。韩国市场一直比较特殊，一方面它有非常强的本土车企，现代和起亚几乎覆盖了大多数消费者的购车需求。另一方面，韩国进口车市场过去更多是德系、日系、美系品牌之间竞争。中国品牌想要打进去，不仅要面对产品力竞争，还要面对消费者认知、品牌信任、售后体系等多重考验。所以，比亚迪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说明韩国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车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以前很多人提到中国车出海，第一反应就是便宜，好像中国车只能靠低价抢市场。但现在新能源时代来了，这个逻辑正在改变。中国车企出海拼的不只是价格，而是电池、电驱、电控、智能座舱、软件体验、整车效率和供应链能力。尤其是比亚迪，它不是单纯卖一台车，而是把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优势一起带了出去。韩国消费者为什么愿意接受比亚迪？原因很现实，电动车时代，大家买车的标准变了。以前燃油车时代，消费者更看重发动机、变速箱、品牌历史和机械可靠性。现在新能源车时代，消费者更关心续航、充电效率、电池安全、车机体验、智能化配置和用车成本。而这些正是中国新能源车过去几年在中国市场激烈竞争中卷出来的优势。中国新能源市场有多卷，大家都知道，价格战、配置战、技术战几乎天天上演。能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的新能源车企，基本都经过了非常残酷的市场筛选。比亚迪能从国内市场一路打到海外市场，不是靠运气，而是靠长期技术积累和产业链能力。到了韩国市场，它面对的是一个成熟市场，但产品本身已经具备了比较强的竞争力。这次韩国媒体也普遍把中国品牌超过日系品牌看作韩国进口车市场格局变化的信号，因为这不只是某一个月销量好，而是背后消费趋势正在变化。日系车过去在全球市场非常强，尤其靠省油、耐用、混动技术建立了深厚口碑，但在纯电动车赛道上，日系品牌转身速度并不算快。反过来，中国品牌在电动车、智能化、软件定义汽车这些方面发展更快，所以一旦市场需求开始转向新能源，中国品牌的优势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比亚迪进入韩国市场，也说明中国汽车出海正在从边缘市场走向成熟市场。过去中国车出海更多先进入东南亚、南美、中东、非洲等市场，因为这些地方对性价比更敏感，中国车容易打开局面。但韩国不一样，它是汽车工业强国，消费者见过好车也更挑剔。中国品牌能在这样的市场拿到成绩，说明中国车已经不只是便宜替代品，而是开始具备和国际品牌正面竞争的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比亚迪在韩国已经彻底成功了。韩国市场后面的挑战依然很多，比如售后服务网络够不够完善，品牌信任能不能继续提升，保值率能不能站住，消费者长期使用口碑怎么样，这些都需要时间验证。卖出第一批车只是开始，真正难的是让用户开几年之后
还愿意认可这个品牌，甚至愿意推荐给身边人。不过，无论后面竞争多激烈，比亚迪4月份在韩国超过日系品牌这件事，已经释放出一个很清楚的信号：中国新能源车正在被海外消费者重新认识。以前别人看中国制造，可能想到的是低成本、代工、便宜。现在看中国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人会想到电池技术、智能化、配置丰富、更新速度快，还有不错的性价比。回头看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其实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早些年，我们更多是通过合资、引进、学习来追赶世界汽车强国。那个时候，街上跑的主流车型很多都是日系、德系、美系、韩系，中国品牌往往只能在低价市场里寻找机会。但新能源时代到来之后，汽车行业的规则变了，电池、电机、电控和智能化成为新的核心竞争力，中国车企终于有机会弯道超车。所以，比亚迪在韩国的成绩不能只理解成一个月卖了2023辆车，它更像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到今天的一个缩影。从过去的市场换技术，到现在的技术换市场；从以前海外品牌进入中国，到今天中国品牌走进海外核心市场；从以前中国消费者仰望外国车，到现在韩国消费者走进比亚迪展厅。这个变化本身就很有力量。未来，随着韩国电动车市场继续升温，消费者对智能化、电动化体验越来越重视，中国车企在韩国还有继续增长的空间。比亚迪这次打出的成绩也许只是一个开始，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汽车已经不再只是国内市场的故事，而是正在成为全球汽车市场里一股无法忽视的新力量。